Bang Jack 说，关于 Queen Ajaria 之前的案件，他们有叫 Bert 来当证人，让他把手机带来，证明他跟 Demo 的最后通话是几时，说了什么。可是 Bert 并没有回应，还让法院传召 Bert 当证人。但是 Bert 却在 IG post story 说，我的手机不见了，如果谁找到，拜托让我知道。Bang Jack 表示，手机不见了还让大家知道。个人而言，如果他自己手机不见，他不会 post story， 他会找看是不是在家里，怎么会不见？除非被打抢，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Bert 公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他们出庭的前几天而已。他说，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需要稍微先想一下。有些媒体明星说他们不想打扰 Bert 真的很伤心，只是想要静静。Bang Jack 表示，如果一开始他很伤心，他能明白有什么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因为 Bert 是最后一个跟 Demo 在一起的人，但是 Bert 连这一点都不能帮忙。医生说的话是对的，说另一半什么忙都帮不上。Bang Jack 明白 Bert 可能就是一个喜欢吸食大麻这样子过生活的人。如果他是 Bert， 另一半发生这种事，他不可能会接受。他可以死，可以坐牢，但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他要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的另一半身上，即使他是他的真正男朋友，他都不敢出来对抗，他都不敢出来提供资料。Bang Jack 认为，至少 Bert 可以找他们提供资料，他们就多一位证人。如果是 May， 那就不用讲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封嘴，还是因为记忆力不好，他能明白。但是 Bert 可以当证人，他可以不用去找 Professor Bante 他们，但是可以帮个忙去找 DSI 嘛，告诉 DSI 他们之间当时说了什么。Bang Jack 说他没有要打击 Bert， 他能明白一开始可能1年，可是现在都已经过去3年了。同一时间 Queen Ajaria 也非常愤怒，说都已经过去3年了， Bert 到底是不是男人？是 Demo 的伴侣，但是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勇气。Bert 很安静，因为他一直沉迷于甜食。可是现在 Bert 是时候出来了，如果他不出来， Queen Ajaria 就让 DSI 请他出来。23号的时候 Demo 跟 Bert 在 Phuket， 他一定知道这有关系到什么，接了什么工作。如果今天他是男的，真的爱 Demo， 就出来协助 DSI 调查，不要躲在贝壳里面。Queen Ajaria 表示他真的受不了了，这家伙整天说他爱 Demo， 但是从来不出面帮忙 Demo， 直到今天已经3年了。既然你说你那么爱 Demo， 你就出来协助调查，今天、明天也可以。Alice 在2月20号的时候去了 DSI 协助调查，访问中他提到是他自己联络 DSI 的，他没有等 DSI 是因为他想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在骂他，很多人也从 Facebook 拿他还有家人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面乱写东西。然后之前已经有解释的一大堆，我就不重复了。访问途中，他也有把原本拍摄的手机拿出来出示给大家看。被问到那时候 Bang Jack 就已经被贴上不能被信任的标签，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去找他？ Alice 的回答是因为 Bang Jack 已经拿了 Demo 的手机。一开始他们使用 Alice 的影片的时候，他有吓到，但是没有想这么多。有个教授在节目上说这个人的声音是谁，他就开始害怕会变成一个问题，所以他先去 message 他的 page， 还有在影片下留言 P， 这是我的声音。之后他就把 Alice block 掉了。Alice 说3年前 Bang Jack 声称是他自己 recover 回来的影片，事实上就是 Bang Jack 把它 save 了，然后更改时间变成2月24号。媒体问那为什么当时不出来跟他理论？ Alice 表示那时候只觉得很搞笑，为什么他的影片会变成在里面。直到3年后的现在，有教授拿出来说觉得有疑点，才让他觉得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他开始害怕，所以才出来说明。他在此强调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出来澄清他是影片的拍摄者。另外，记者搬出了社交媒体上的 post， 他们好奇为什么 Alice 那么有钱。 Alice 不耐烦地表示他只是个普通人，而那个人只是在随便捏造故事而已。媒体继续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Alice 再次不耐烦地说他并不富裕，他真的是非常普通的人而已。媒体提到他今天的穿着时，他表示就真的是很普通而已啊。如果以事论事的话，不讲别的，他头上这个 Balenciaga 的帽子，查了一下正版是475 USD。如果这个帽子这种价钱的话，普通人真的会买吗？除非他们所谓的普通人是真的长这样的，这样我就没有话讲啦。而媒体也有让他当场演示影片里面所说过的话。ไม่มีร้านเปิดอีกดอกนี่ครับ当天的调查也用了7个小时。Bang Jack 直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 Bert 已经联系了 DSI。Bang Jack 表示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他认为 Bert 现在告诉大家去找 DSI， 是有人在背后告诉 Bert， 你就去解释吧，给他们一点资料。但是 Bang Jack 不是很相信他给的资料到底是真的嘛？因为之前 Queen Ajaria 的案件的时候 ，Bert 说手机不见了。
3年前 Bert 告诉 Benjack， Dangmo 不知道 Gradik 接工作， Dangmo 也没有拿到酬劳，连这样出来告诉媒体都不能。有些媒体明星说 Bert 是好人，他只想静静。Benjack 不想公开 Dangmo 的照片，就单单读他 IG 的名字就知道了，全部都是青涩的，什么都不 care。我的伴侣受伤了，我的伴侣被谁欺负，我的伴侣有没有得到公道，一点都不在乎。如果他在意的话，他会闭嘴吗？ Benjack 相信现在 Bert 出来是因为 Dr. Dawachai Kun Ajaria、Beksa 一群人出来骂他，他才 post 他去联系 DSI 的，还需要大家逼他才会出来。这是好男友吗？这不是，这是自私的男友。Benjack 相信如果现在换成 Bert 是这样， Dangmo 绝对不会接受，他会奋斗到底，寻求公道。Bert 的 post 写着 DSI 还没有打给我跟我谈话，也没有寄信给我，然后我看见新闻说我不配合 DSI， 所以我出来澄清，我非常乐意协助 DSI 调查，我也已经联系了他们。另一方面，媒体问 Mo Aminah 还有没有跟 Bert 联系，而他现阶段是被人攻击的状态。Mo Aminah 说，即使是他自己 Anna、Hippo、Puder 等等，已经是很难 move on 了，更不要讲是 Bert， 他更加难 move on。当两个人都很爱对方的时候，他们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 move on。他真的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很多人骂他躲在贝壳里。Bert 是真的非常伤心。Mo Aminah 告诉 Bert， 他明白别人看不见，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所以没有关系，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他明白为什么 Bert 会伤心，大家这样子看他，大家是不是有可能没有站在他角度想想呢？他说 Bert 身为一个男生，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关于 Bert 有了新的女朋友， Mo Aminah 表示不是真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照顾父母，还有去教堂。被问到 Bert 认识船上的人吗？他表示 Bert 只认识 Gradik 而已，因为他不会干涉 Dangmo 的工作，他都会很尊重 Dangmo， 工作是工作，私事是私事。那时候 Gradik 是经纪人，他肯定认识他。Mo Aminah 表示 Bert 可能也有自己不出面的原因，事情可能会没完没了，越闹越大，他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批评。另外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明白因为 Bert 不是会出现在媒体面前的人，他也不懂要怎么解释，他一定感到很压力，也很伤心。他希望大家可以试着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真的尽力了。关于案件，他对于相关部门表示尊重，不是他不相信，不是他不支持，他也希望任何对 Dangmo 公平的事情可以顺利进行。Dangmo 已经不在了， Mo Aminah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尊重并且留下 Dangmo 最美好的一面。在访问之后呢， Kun Ajaria 立刻就回应了，他说今天 Mo Aminah 说，因为他说的话让 Bert 感到很伤心，他想告诉泰国的所有人民。3年前他曾经跟 Mo Aminah 寻求帮助，跟他索取他和 Dangmo 圣诞节的原图，对比 Gradik 跟 Dangmo 在9点56分的合照，到底是不是 edit 出来的？那时候他说很高兴可以帮上忙。在那之后的3年里， Mo Aminah 就直接静了下来。他因为 Dangmo 的话题变得出名，还有工作，大概就是说 Mo Aminah 会出名是因为 Dangmo 的事情，从中他就开始接到了很多工作，简称就是蹭流量吧，应该。Kun Ajaria 说今天还要哭着说 Bert 很伤心，他只问 Mo Aminah， 你怎样知道 Bert 真的是很伤心？23号这天， Beksa、Hippo 还有 Atom 等人有帮 Dangmo 做的功德回向。Beksa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道，如果是真朋友，应该不会这样子欺骗朋友，对吧？如果他真的把 Dangmo 当朋友，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把 Dangmo 当朋友，只是单纯因为利益关系，他可能就会这么做。这个是他自己的猜测，其他人可以自己想看那个人有没有把 Dangmo 当朋友。另外 Beksa 表示他感到很伤心，他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需要做这种东西。以往都是一起见面吃饭，但是现在已经不能这么做了，需要来这里点香，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另外阿东表示他的想法其实就跟全泰国人民的想法一样，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司法程序。他也和所有的泰国人一样，祈祷可以尽快的还他朋友一个真相。媒体问了阿东有没有梦过 Dangmo， 他表示没有，只是他会记得所有生前他说过的话。阿东也许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小心， Dangmo 就会跟他说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Dangmo 去世之后，每个说过的话或者建议都会让他重新反思，做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让他面对很多现实，学到了很多关于社会上的人，全部都是从他身上学到的。另外媒体表示曾经有人说过 Dangmo 很像男生一样，也曾经小便在罐子里面。Beksa 表示谁说的，虽然他也一样有听过，但是不可能，她是女生怎么小进罐子里面？媒体接着问，那她在大学有做过类似奇怪的事情吗？Beksa 说当然是没有，
去厕所不是更加容易吗？不管怎样都是不可能的。关于 Dagmar 跌进河的时间，早前 Dana Creed 在 Hong Kong 说，他接电话的时间是在10点20分。3月2号的时候，他更改了时间变成10点30分，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说是10点20分。直播中他说 Paul 打给他的侄儿，让他们帮忙，因为有人掉进河里。如果没有记错是10点20分。之后粉丝团的其中一个人 comment， 你说 Paul 打给你的时候是10点半，但是警方公布的时间是10点34分，你怎么会比警方还要早知道 Dagmar 掉进河里？ Dana Creed 9点29分的时候回复，反正我截图通话证明，电话打来的时候是10点23分。至于警方怎么得到这个结论我不知道，这需要去找警方，哪里有疑点就去哪里找，哪里有问题就去哪里问。你问我警方的结论，我要怎么回答你？我只是以我自己的 perspective 说话而已。3分钟过后9点32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Dana Creed 就把时间删掉了。因此 Professor Bante 表示 Dana Creed 是可以帮助案件证明警方疏忽履行职责的。他说如果 Dana Creed 没有意图帮助警方或者船上的人，他就不需要更改评论，现在更改是为了什么？之后 Dana Creed 直播回应了，他向 Professor Bante 表示抱歉，他真的错了，他不应该用一些辱骂性的用词来回应，他真的非常抱歉，希望 Professor Bante 能够原谅他。如果 Professor Bante 肯见他，他会很高兴，也跟 Dr. Dawachai 谈过了，会去找他把证据交给他们。而这件事情已经牵连到了他的家人，他不想一直围绕在 Dagmar 的案件了。他也找到了当时的通话截图，时间是10点39分。他说这是他的错，他真的非常抱歉，他记错了时间。之后 Professor Bante 在 Facebook 回应了 Dana Creed 向他道歉，并且解释了其他的事情，他已经接受了。然后 Dana Creed 改变了主意，不去太阳之家找他们。那么 Professor Bante 就会在25号的节目中回答关于 Dana Creed 的问题。但是如果 Dana Creed 再次改变主意，要来回答或者解释 Professor Bante 的疑虑，他依然会给 Dana Creed 走进太阳之家的机会。可是到最后呢， Dana Creed 并没有出现在太阳之家，而是去了 DSI。之后 Professor Bante 也出现了， Dana Creed 也当场再次向他道歉。 Professor Bante 说他并没有生气，他也一早准备好接受了，不管是称赞还是批评，他也从来不会怀恨在心。再来，他并没有指控任何人，他只是提出他的疑问而已。另外，他们也在媒体面前把所有的疑问都一一解释清楚。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2022年4月26号警方所公布的总结里面，有一张照片显示了 GPS 的位置以及时间，是在10点18分。可是照片里的时间并不符合原本 GPS 的记录，因为原本 GPS 的记录是在10点11分。所以他问了吴这件事情他知道吗？吴说他只是把 GPS 的资料完完整整的交给警方，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不知道任何事情，也从来没有看过这张照片。另外一方面，有个叫 A 的人跟 Bert 还有 Paul 都很 close， 他们会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一起玩车。先说跟 Paul 的关系， A 说他本身是比较年长的一辈，玩什么都会先玩，然后再邀请弟弟们来玩，最后就邀请他们一起玩船。主持人表示 A 其实是赛车手，也是船只的专家，因为已经玩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算是很有经验的人。A 接着说他也是最大的，所以弟弟们想要一些关于船或者是车的资讯的时候就会去问他，所以他们才会变得这么亲近。他不晓得 Paul 的船是不是跟 Golf 买的，可是是他建议 Paul 买一艘船来玩的。至于为什么叫 Paul 买船，他说一直以来他们都一起玩很多东西，像是大型摩托、赛车等等，直到某个程度觉得不然买一艘船来玩玩看，结果他开始玩后就变成了新闻。被问到 Paul 的技术如何， A 表示他不是很清楚，但是开船并没有很难，他只要教那个人2分钟他就会了，难的地方是在于停坡而已。至于 Bert 也是一样一起玩车认识的。对于大众的指责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跟 DSI 配合等等， A 说 Bert 其实有去，可是媒体没有看到。 Bert 什么都做了，无论是招魂还是去 Nonthaburi 协助调查或者其他的，他全部都去了。 A 认为只是那些时候媒体没有看到，也没有其他人看到，就说 Bert 怎么那么不配合。 A 说其实 Bert 是很好的人，他认为 Bert 的个性就是不喜欢 Spotlight， 比较内向，不想多说的人。他相信很多人都会明白他说的， Bert 只掺跟同一批的人而已，应该是因为他比较难适应。另外想要补充一点是 A 是让 Bert 去见 DSI 的那个人。至于说 Bert 认识船上的人， A 认为他们的圈子就是这样，一起玩都会有机会认识对方。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认识，知道对方，但是不至于要选边站。早前 Queen Ajeria 说到，以前是他的 side 的证人，但是最后成为了对方的证人，是不是为了要帮 Paul？ 先说 Queen Ajeria 在对方证人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他自己也很惊讶，他绝对没有可能会选那边，也不可能会选这边。像他早前说的，他是最大的，要他选任何一方都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不会偏袒任何人，他只会看真相和证据而已。他也告诉 Queen Ajeria 可以拿他的手机去检查所有的资料、银行户口等等，看 Paul 到底有没有转钱给他。被问到是什么时候关注案件的，说是从他们声称脚是被螺旋桨割伤开始，因为是不太可能的，他从小就在水边长大，螺旋桨的伤口会很凌乱，不会是长这样的，而且不管你怎么跌都不会被打到，更何况是从2点和10点的方向跌下去。关于在船尾抓10秒，他怎么看？他说如果8 knots 加上之前实验看到的水流状况，绝对不可能，后面也没有任何的 bar 可以给他抓。另一点是8 knots 的速度，水是一直往后推的状况，任何东西掉下去抓着都好，它都不可能是90度往下，不管怎样，一掉下去肯定是跟着水一起被推着走。3年前这段影片被大家疯传，原因是因为当嫌疑人的船差不多要靠岸的时候，不知道是 Robert 还是 Job 在船尾拿了个浮标放进河里。当时很多人看影片的时候都认为有一只手试图抓着浮标或者船尾，而 Robert 或者是 Job 呢，就好像在试图把那个人的手推走。当时的搜救人员表示并没有看见任何人的手尝试抓着浮标，因为如果真的像大众所说的，现场很多搜救人员都会看到，而当时站着的位置还有船行驶过来的距离是有足够的光线的，如果有人在船尾溺水，大家都会看到并且帮忙。这个部分他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另外关于船上的5个人，脸上确实是充满惊恐，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没有错。跟他们确认Dangmo的落水位置，他们也指向不同的方向，同时他也感觉到他们好像不太敢提供资料给搜救人员。另外，泰之前协助调查的时候说了，转换医院的命令是由 Nonthaburi 的一区指挥官下令的。那时候这个指挥官告诉泰，需要转换医院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案件，Damansara法医院可能没有足够的工具或者设备去做更详细的检验，而且因为 Dangmo 是很有名气的人，是国家重大的事情，所以必须转去警察医院的法医部。